Hello， 你好吗？我是 Jasmine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前段时间呢，我的频道做了一期关于韩国郑仁案的视频，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，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。那郑仁案呢，现在也经历了几轮的庭审和取证，也在等待最终的审判结果。那我们很多海外的华人妈妈群体呢，也为此做了很大的努力。那我们也希望郑仁的这一对畜生不如的养父母，可以真正的得到他们应有的审判和惩罚。那我今天呢要讲的这个案件呢，依旧发生在韩国，依旧属于虐童弃童的案件。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已经听说过了，是发生在今年2月份的一个案件。一位年轻的妈妈呢，自己离开了家，把一个年仅3岁的孩子留在没有暖气的家中，没有食物，维持了6个月。当最后这个房东找不到这位年轻的妈妈，联系到了这个孩子的外婆。当他们俩打开房门的时候呢，这个孩子已经毫无生命体征，躺在地上，已经风化成了一具干尸。案件更让人炸舌的是，这个孩子生物学上的母亲其实正是他的外婆，而这个外婆就住在他家的楼下。于是呢，警方开始对整件事情进行调查，梳理了一下这件事情的时间线。2020年8月，金某丢下女儿，当时的她呢已经怀上了别的男人的孩子，她即将分娩，而不想给重组的家庭增加累赘，所以呢，她搬空了自己公寓的所有物件，而把3岁的女儿留在了公寓当中。警方发现呢，在此之前，金某就对遗弃女儿这件事情做足了准备，他留下了很多照片，而在此后的几个月当中，他都连续不断的在他的社交媒体发布女儿的照片，伪装出这个女儿还在他身边的假象。他的目的呢，只是继续的领取其实已经死去的这个女儿的养育金。在这6个月当中，金某总共领取了960万韩元，折合人民币55000元的育儿津贴。2020年11月，金某还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自己女儿已在自己怀中熟睡的照片，并且还配文：“请仔细听我说，我爱你。”而这个时候已经是他离开这个公寓3个月之后了，他已经明确的知道孩子已经在公寓里饿死了。再之后，警方又做了进一步的调查，而这时候才发现，原来22岁的金某并不是孩子的亲生母亲，而他的亲生母亲正是孩子的外婆，48岁的石某。也就是说，金某只是孩子的姐姐。接下来呢，警方又对他们家其他的相关人员做了 DNA 的测试，而测试的结果呢，真的可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。警方发现呢，这一家人的私生活极为混乱，孩子的外公并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孩子是孩子外婆的私生女。于是警方呢，接下来就做了进一步的推理，这个事情很有可能是孩子的外婆，她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并且怀的是出轨对象的孩子。同时呢，她发现自己的女儿也怀孕了，于是在此时呢，动了歪心思，想把自己分娩出来的孩子和女儿的孩子做一个调换，让女儿呢去养她自己的孩子，那再把女儿的孩子卖掉或者是遗弃掉。直到目前为止，大家也不知道22岁的金某他的孩子去了哪里。而这样的推理依旧会有很大的漏洞。我们知道，一个女人一旦是生下了孩子，她绝对是认得出自己的孩子的，除非是她俩同一天分娩，在生育的当天把孩子掉了包，否则这个设想是不可能成立的。所以我在这里也大胆猜想一下，其实很有可能是这个女儿金某，她也知道自己的孩子被掉了包，所以她把孩子留在公寓里，自己离开，其实是对母亲的一种报复。所有的这些事实，包括所有的这些假设推想，想想都让人脊背发凉。大人的尔虞我诈，大人的这种勾心斗角，而伤害了2个无辜的孩子，一个在寒冷的冬夜，一个人在屋子里，他会多么的饥饿、害怕、无助，就这样活活的被饿死了，并且6个月居然没有人发现，而他名义上的外婆就住在他家楼下。而另一个孩子至今下落不明，唯一知道事实真相的石某依旧不肯说明事实的真相。很多网友就评论，真的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做父母的，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人，真的是不配为人，虎毒还不食子呢？动物都知道保护自己的孩子，怎么这些人就对一个无辜的孩子，并且是自己的亲生骨肉这么的没有感情，这么的歹毒，甚至要用它去作为一个惩罚其他人的工具呢？
类似的案件呢，包括虐童的，包括遗弃的，在中国也是时有发生的。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案件，一个有毒瘾的母亲把自己的2个孩子，一个1岁，一个3岁，留在自己的房间当中。而3岁的这个孩子呢，他其实已经是有意识了，他会自己开门出来求救。所以母亲在离开之前呢，特意用这个毛巾和布条把家里的门窗全部都封死了，让外界听不到孩子的哭喊声，并且在出门的时候还在门里夹了一块尿不湿，并且推了2下，确保孩子不会自己推开门出来。而他在被逮捕之后呢，也是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，并且表示呢，他对于这件事情非常的后悔，他还是爱孩子的。在被逮捕的时候，他又有了3个月的身孕。这位母亲呢被判了终身监禁，而她的第3个孩子呢，也经过她本人的同意送到了福利机构去代养。纵观发生所有的这些事情啊，我们不难发现有一个点，就是当大家在指责这个母亲怎么这么的不负责任，怎么这么的不是人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想一想她的童年，她的人生经历了什么。就像金某和石某这样的例子，金某只有22岁，孩子3岁，也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在18岁就怀孕了，在19岁就生了孩子，并且他们生的孩子都没有明确的孩子的父亲，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庭？其实很多时候像这一类的母亲，她们自己从小就从来没有得到过关爱和照顾，从来没有人告诉她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人应该是怎么样的，她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对她负过责，她甚至都不清楚自己的父亲是谁。你要怎么样去要求一个从来没有得到爱和关怀的人去爱别人，去很好的教育自己的后代呢？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可能的。我一直会觉得呢，不乱生孩子是一个成年人对自己最基本的责任。而说到责任呢，这一类人他们别说对孩子负责了，他连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都完全做不到。于是呢，这些无辜的孩子就成为了他们混乱人生当中的副产品。金某和石某的案例我们也看到了，这都不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问题。这样的父母他会让孩子死掉，而自己去花掉孩子的育儿津贴，这已经涉及到我们是否应该剥夺这些不负责任的父母的生育权利了。这或许就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的问题。在当下呢，我们也并没有找到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。最后呢，还是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，希望所有的孩子都有一对心智健全并且爱自己的父母。感谢你的支持和观看，同时呢，也别忘了点赞和转发这期的节目，让更多的人看到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